网上火的下饭神器，吃吃一波。看到我拿出了这碗白米饭，就知道我今天要测什么了吧？没错，我就是下饭酱。首先是青椒皮蛋擂茄子，这款配料表真的老干净了，就是家常的调味料品。其实这款我夏天就想测了啊，一直拖到冬天。咱也是真的属于忍者级别了。哇，这好香啊！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辣，非常非常的鲜，感觉在我嘴巴里种上了2亩青椒。你每口下去都能吃到青椒茄子的滑嫩，还有大颗的皮蛋的颗粒感。这个皮蛋吃起来也是那种带弹性的、韧韧的，推上来还有一股炭口的熏味。妈呀，它这个跟店里的做出来好像啊！半碗米饭下去了，而且一般香菜不是偏咸偏辣吗？它这个就真好。你会感觉它烟熏的味道偏重一些，但它的咸味辣味都属于恰到好处。米饭进饭酱汁水润润多，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第一个米饭杀手出来了，香菇、竹笋、牛肉拌饭酱。这个不夸阿胆，我已经空灌10瓶了。我感觉它真的是属于下饭酱里面的邪修。这一打开就能看到超大颗的香菇，还有牛肉，这倒出来就是特油润。这个酱的包裹性、包容性很强，正能赋予一切寡淡食物灵魂。2勺酱配1碗米饭，正好。来吧，哇塞，看到吗？大颗的牛肉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就吃不出来一点点科技很活的味道。那个香菇它吃到嘴巴里就跟肉似的，肉揪揪的，还有会有点嘎嘣滋儿的作响啊、是竹笋，竹笋是有点小脆度的。牛肉不用我多说了，老大块了，看着油润，你拌到米饭里根本就不油。我是一直空灌的是这个川香味，非常好吃，又香又辣又爽嘴。平时要煮个挂面啥的，觉得有点清汤寡水，你就来2勺这个，它比线下15块钱一碗的小面还好吃。下一个是被我闺蜜种草的海鸭咸蛋黄酱，咸鸭蛋只吃咸蛋黄的请举手。它是那种非常真实的农家咸鸭蛋黄的味道，绵绵沙沙的颗粒感可强了，好好吃，空口吃都不齁咸。我以为它是那种调和酱，像是沙拉酱一样的口感，没想到这么真实，这么 real 吗？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得清楚啊，这颗粒感太强了，真的很像自己家里用勺子压扁的那个咸蛋黄似的。看过线上鹿晗、线下鹿哈的我，真的有被这个惊呆到，太实诚了吧！配下白米饭，有种在吃饭团的感觉。强烈建议大家用这个蛋黄酱拌面条，里面再加点醋和萝卜干，打开新大陆。好好吃，拿这个拌面绝了。东北的省菜土豆捞茄子，这闻着跟刚刚的青椒皮蛋酱有点像啊，也是这种很稀的质地，盖到我的米饭上，乍一看有点像是咖喱饭。我怎么感觉它跟那个青椒擂皮蛋酱有点像呢？只是说这个稍微清淡一点，就它吃着没有那么的重口，满嘴都是土豆香、茄子香，就是很家常的蔬菜被拌在一起的味道。口感绵软，有着香葱香油的香气，好吃，会带一点辣椒的香味。这个拿来做菜包饭应该也很绝。最后一口，最后出场的是肉末豇豆，也准备了1碗米饭。哇，好多豇豆啊，但看着好像有点油。我的妈呀，这个还是很重口的，因为它的豇豆它本身就自带咸味，然后里面又带一点微微的汁水，你咬开之后，这汁水一爆开，哇啦，妈呀，更咸了。而且它吃到嘴里有股油香气，香也是蛮香的，就是比较重口。里面虽然是有肉末啊，但是它确实太小了，你吃到嘴里感觉不到肉的存在，但是也不会觉得它腥，因为它里面还加了姜块。我喜欢这个豇豆的口感，脆。这个豇豆挺符合川渝地区的小伙伴们，你像江浙沪这边吃这个可能会觉得有点重口了，这个就还挺适合夹在馒头里啊，或者说吃面的时候来上几颗这个清清口，还是挺合适的。网上火的碧柚汁水果吃吃一波。打野了一家葡萄，这个品种叫克伦生，一听就很贵族。哇，你看它这个状态好饱满，看一下这串儿的状态。
4.5斤到手，这么2大串，还有一串小的。果然这大的东西就是显脸小。哦，不是，它这么脆是正常的吗？我以前吃的提子再脆也没有像萝卜干似的，皮非常非常的薄，就你嚼到嘴巴里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。它这个甜度讲真挺高的，但也不是纯甜的那种，回味还带一点果酸感。这个酸度差不多就是1分的样子。果子薄皮爆汁还甜，评价中的战斗机这边都被我吃出了个坑了，好上头。都可以买这个做沉浸吃播的，还挺适合懒人追剧的，不用吐皮也不用吐籽，有种在吃蒜瓣的感觉。冬天的第一顿草莓，丹东99，我还没说这草莓这么贵，都能买10斤葡萄了。现在的草莓它就没有很大，这个在我家放了3天还是4天，不过一直在冰箱里面冷藏的哦，吃到嘴里还是脆的。但是也不是那种纯脆口的，只是它咬下去那一瞬间是脆的，你吃到里面的心的部分还是软乎的。我估计第1天的口感会更加的好。这个草莓味真的还挺浓的，酸度大概就0.5分的样子吧。汁水也很足，我觉得想吃草莓的话还可以再等等，现在草莓确实有点太贵了。手工老冰糖话梅油柑，下单的时候我就已经狂流口水了，现在嘴巴里也是跟个3峡大坝似的。我看了一下它的保质期，妈太短了，就7天啊，还好它是顺丰发货。哇塞，好浓的话梅味加上热带水果的风味。调味是酸甜口的，话梅味可重了啊！话梅味甚至都盖过了水果本身的味道。你咽下去之后，后劲还挺强的。我现在嘴巴狂分泌口水，这个真的就是行走的口水分泌机，还在流。但是还别说，很上头，好好吃啊！它的口感有点像是很厚实的耳菜，又嫩又脆。还别说，真的跟耳菜很像。我感觉这一片都可以拿来做饮料了，再加点雪碧，我只能说潮汕太会吃了。它这油柑都是手工锤的，都有这种裂的。腌制后话梅的酸加上冰糖的甜，直接代替油柑的酸涩一直嚼到最后开始回甘，但是很清爽哎，这种4分5裂的更加入味。哇，吃水炸弹！有一种一口气吃了10个酸妞似的。我觉得一天吃个2、3个就可以了啊，给你的那个做一下 SPA。脆脆脑袋表示亲蛮，更对我的口味。好好吃的吧？哀牢山冰糖橙，果然，这越危险的地方，它出来的东西越是美丽，越是珍贵啊！它这橙子看着就是很 juicy 啊。救赎冰糖橙真的是属于橙子中的一股清流，它的橙子味也是很浓郁的，但它吃起来又是偏清甜口的。我感觉它的属性跟那个人参果有点像哈，甜但是不腻，汁水也是很多的，就很适合大鱼大肉之后来上一个这个橙子，就给我一种炎热的夏天喝上了冰镇绿豆汤的感觉。我看了一下价格，我这个是最大果的才14.9块，而且有3斤呢。这个橙子小金还是非常推荐的。